高雄的同学，大家早安。好，来那个手机哈，手机刚刚摇电话叫人，现在可以把它放在静音或关机哈。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学员特别从新加坡过来，来伟国在哪里？来伟国，来前面秀个脸好了。来，跟大家讲2句，问个好。好像林女过来的是吧？刚拍你肩膀，衣服还是湿的。对，来跟大家问个好。伟国是我们新加坡的同学，那这次从新加坡过来，那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哈。大家好，我从新加坡过来的是。然后来跟大家说什么？你想要我说什么？祝高雄分会生日快乐！祝高雄分会生日快乐！祝高雄分会要说为什么淋雨吗？不需要，都可以。对，就说我怎么开始接触到赛斯的，好不好？我觉得我接触大概是在2018年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进入了一个蛮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去看了精神科，去看了其他的医生，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焦虑的心情平复下来。那个时候妈妈就很担心，妈妈就到处找解药，就到网上去搜很多解药，然后就搜到了许医师的一个 YouTube 的视频，然后妈妈就把它发给我，然后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医生说的话就好像刚好就说中了我的心情，然后就比起其他的一些视频，我就好像这个医生所说的话好像有说中了我的心情，然后就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一直在跳出来，就一直看，然后就后来就整个人就一头栽进去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学习到现在，就一直没有离开。好，我们谢谢伟国，希望伟国继续学习，然后在新加坡持续的来推广赛斯心法，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真的很谢谢我们的主任哈。那其实我们真的要给主任一个掌声的哈。那之前徐医师讲过一个冷笑话哈，就是帕金森氏症的由来嘛。帕金森氏症的由来，就是有一天皇帝就找了他最这个器重的大臣，跟大臣说朕最近手抖，这个心悸行动缓慢，然后之类的然后大臣就想要为皇上这个分担解忧嘛，就问皇上怎么了？那皇上就说有一天皇上醒过来就开始莫名焦虑，就是万一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人生的角色跟身份，万一我这辈子都只能当皇帝，然后大家都只能叫我朕他只能自称朕了哈，大家都只能叫我皇上，然后我只能自称朕，怎么办？万一我这一辈子都只能当皇帝怎么办？那个大臣因为听过我们的赛斯心法，就跟皇上说：皇上，您应该是得到了一种疾病，叫帕金森氏症，就怕这一辈子都只能当皇帝怎么办？叫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症怎么写？对，对，帕金森氏症好，这个刚刚来的路上主任有点担心未来如果没有办法把高雄分会经营得很好如果有一天高雄分会万一没落了或是没有办法再推广赛斯心法怎么办？所以他一直都在焦虑不安当中。其实听到其实蛮心疼的因为这其实也代表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很多主任的心情
因为在基金会推广赛斯的过程当中，那同时我们要兼顾到赛斯心法的精神，可是同时基金会也是一个世俗的单位，它也是要有一个营运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每一个单位的主管，都是把他们的能力其实是用到了极限，所以每个分会的主任其实都第一个很担心让许医师失望，第二个很担心辜负了很多同学的这个信任跟托付，那也很担心没有办法经营得很好，把赛斯心法推广出去。所以许医师听到了其实是蛮感动，而且蛮心疼的，因为这20-30年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或很多的学员其实一直都在追随或学习赛斯心法。好，那刚讲我们给主任鼓掌一下好不好？好，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营运长，其实每一任的工作人员其实都非常的担心有一点辜负许医师的这个信任。好，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用心。所以这样的一群人那包含许医师在内啦，这样一群的平凡的人，那有时候我也私下跟他们开玩笑这一群这个歪瓜裂枣愿意来做这样一个对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伟大的工作，那领着其实不多的薪水，那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这是许医师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表达出那一份心疼跟感谢，那份心疼跟感谢，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好来开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其实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许医师先要从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疾病，好不好？什么样不一样的角度我们先从一般我们的不管是医学或世俗的角度来看疾病。从我们出生开始，其实父母就开始担心小孩子不健康啦，担心小孩子发烧啦，担心小孩子着凉啦，咳嗽感冒啦，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担心我们的家人，到年纪越来越大，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生病。我想在座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同学尤其是我们营运长在哪里？上了年纪的对，明年即将迎来他的69岁。我都会自动帮他加2岁一个是先加到明年，一个是算华人算的虚岁了所以就把它加到69当我们看看开始慢慢年纪变大，你看我们有多少对疾病的恐惧，甚至有些同学你们不是害怕你们自己生病，你们是害怕万一你生病了，你会拖累你的家人，那谁来照顾你？对不对？那儿子自从结婚了之后，也就不是你儿子了。那女儿因为家产分配不公，也不太理你了。当然是笑话了所以其实现在人生的又少所以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他有多少焦虑？那个焦虑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健康顾好，让我不要倒下去。因为健康分几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能不能行动自如，我能不能自我照顾。那如果你行动不自如，你怎么去登山？你怎么去出门？那如果你卧床，那谁来帮你洗澡？谁帮你准备3餐？如果你行动不便的话，怎么办？更不要说去住院这么多的医疗的过程。所以说实话，当时的佛教说人生是苦，光是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几乎就从小是在
一种恐惧当中。那尤其是3、4年，有没有？大家知道 COVID 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瘟疫，一种恐惧。虽然现在已经慢慢的好像比较安全了，可是你还是会看到很多人戴着口罩，已经变习惯了。好，所以许医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人类，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关于人会生病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状态，甚至是恐惧，甚至是恐慌。好，大家知道精神医学里面有一个叫hypochondriasis，叫做虑病症，就是这个人其实去做检查，一切的数字都正常，但是他就是相信他身体一定有病。各位，好，而且会不断的去做检查，好像没有检查出来睡不着觉的概念，好，一定要找到问题，觉得我有问题了，我才能心安，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没问题呢？我一定有病，只是没有查到。我一定有病，只是没有检查到。好，那另外一群人就是千方百计不去做健检，千方百计不去做检查，就怕查出有病。所以各位，你看2类人，一类就是怎么样都不要去检查，逃避所有检查的机会，逃避所有要抽血的机会，因为万一查出有病怎么办？对不对？那有病不知道也就算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每天去检查，一定要查出有病才可以，因为他没办法相信他没病。当检查都正常的时候，他就很焦虑，不可能，这绝对不是真的。然后他就一定要查到有病，他就觉得他才心安。所以各位，你看这2类都有病，有没有？好，所以许医师的意思是说，好，我们身为人类，这一辈子跟健康疾病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好，因为如果说这一辈子什么东西会最切身、最直接的影响到你，其实就是健康与疾病。好，今天钱多钱少，那就是房子、车子的问题，银行存款数字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是生病的问题，那么就决定了你今天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是快乐的出门跟朋友聚餐，还是躺在床上哀哀叫。对，好，这是疾病的一个，它造成你的痛苦，造成你的行动限制，造成你的生活无法如你所愿的正常的走路，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出门。好，那在年纪在慢慢变大，好，或是如果有一些涉及所谓的癌症，那么这个疾病所包含的就不是疼痛的问题，也不是 disability， 就是失去能力的问题，或无法自我照顾的问题。这个疾病所涉及的就是你可能就要跟这个世界 say goodbye。say goodbye， 尤其是这位同学身上还有什么4个癌症在，5种，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得了5种癌症，而且还活着？再来，得了5种癌症还活着的，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好像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像还重，你怎么还活着？我记得上次看到你好像很严重，是吗？还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很严重？这也是一种精神疾病哦。来，你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好。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还活着？因为我想活着啊。哦。透过学赛斯心法，我觉得，或许我觉得他们说是礼物啦。这个是给我的礼物，所以我觉得我后面的日子我要过得跟前面的不一样，所以我就活下来了。对，
然后我希望，而且你不但活着，好像活得越来越健康，好像比上次变漂亮了。我依稀认得，我有化一点妆，我依稀认得这个人，我有擦一点口红，但是不太，因为他前世其实差一点死掉吧？哎，对，他根本就没命了嘛，算很严重了，对。怎么样？多严重？之前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的那个原位癌是肺腺癌，然后转移到5个器官，肝，还有骨头、脑，还有那个肝、骨头、脑，还有左肾上腺，对，然后原发是肺，原发是肺，嘿，对，然后是原发是肺，转到第4期，肝、骨头、大脑。还有左边的肾上腺，还有大脑还很多颗。对。先鼓掌一下好不好？所以我都觉得你今天还活着，站在这里，这都是奇迹了。真的，因为我觉得，还好我有学赛斯心法，然后我真的很感谢小玉还有那个素琴老师，因为他们的关系让我有机会学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占的因素很大，然后它让我改变了，然后要讲一下你怎么改变的？万一有一天同学都转到脑的话怎么办？不是，我觉得那个就帕金森氏症的概念，心很重要，心很重要。对，就是我真的不要，我会这样，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去回想说，我不要过以前我过的日子，我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子？我要过一个。就是想法各方面，我真的不能再跟以前一样，我要透过学习，然后来改变。所以我希望我的例子能影响到大家，然后不管有病没病，我们都来学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对我们太有意义了。然后我也觉得说，大家没有领代言费哈，没有领广告费，没有，真的没有的，因为我是想，我可以影响到大家，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嘛，嘿，如果说我一直都活下来的话，我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有空就去学习赛斯心法，因为真的是有用的啦，真的有用，嘿，然后我也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大家后面会过得更好，更幸福，然后更健康，所以大家说好不好？等一下啊，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没有呢。顺便帮他征婚一下好不好？因为人有了健康就要开始作怪嘛。戏码都不一样，我的戏码都不一样，是吧？对啊。这是已经那个大哥来跟我说，他是开玩笑，你不要认真。我不认真，我不认真。好，我们今天不开玩笑，请。有意者内洽的，你就吓死别人啊！不要这样啦！我是说真的啦，因为这其实人跟人是缘分啦。那真的，如果真的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大家说对不对？对啦，对，我也不会排斥啦，随缘。他不排斥能够再拥有幸福，所以许医师一定要帮他心想事成。谢谢。好，谢谢这位同学。谢谢。他又在气我不按牌理出牌。好了，其实再回到健康哈，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一辈子什么是最能够影响到我们一生，哈，其实就是身体跟健康。所以我在引用超龄7号的第2集的那本书，好，超龄7号第2集的那本书，好，塞浦路斯提到一个概念。当我们来到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肉体就是灵魂的伴侣。好，我们的肉体就是灵魂在地球上的伴侣。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灵魂在地球上的伴侣。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的身体健不健康，就是我们跟伴侣的关系健不健康。因为今天我们在地球，不管是学习、成长或生死轮回，你没有肉体是行不通的。各位，你没有肉体，就只能在每年农历7月回来看看而已。对，就是等
变成好兄弟的时候，每年农历7月好回来看一看。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肉体，你才能在地球好好的学习、成长、创造跟与人建立关系。所以赛斯心法是非常强调肉体健康对于我们的学习、成长甚至修行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对于肉体身为灵魂的在世俗的对偶好的就是伴侣的概念，好，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到身体的健康？好，那今天我要切入的角度，来，各位仔细听，因为我在讲传统的医学也好，传统的概念也好，他们会把身体的生病，它仿佛是跟你是分开的东西。来，在我们的现在的医学跟科学的概念，就是不知怎地你拥有了一个身体，不知怎地你的身体可能会生病，有可能是外在的病毒，有可能是遗传的体质，有可能是因为一些食物或是一些基因或是一些各种莫名其妙的因素导致你生病OK， 所以在我们传统的医学跟科学的概念之下，你会觉得身体的生病好像是一个跟你无关的东西，甚至可以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东西。好，比如说我们讲这3、4年来的 COVID， 来各位，那你要被感染了，你怎么知道？你要被感染了，早期 COVID 刚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它是下呼吸道非典型肺炎嘛，它主要侵袭的是下呼吸道，就是肺，可能造成肺的纤维化、肺的发炎、肺的积水，导致呼吸困难，对不对？是后来 COVID 的病毒一直在突变，到后来变成在这1、2年、这半年，大部分大家都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已。好，就像感冒、咳嗽、发烧。好，所以等于说 COVID 的这个病毒好像是从比较凶恶的慢慢被驯服了的概念。那对于这样的一种传染病也好，或是对于所谓的遗传疾病也好，那你能怎么办？好，这个很简单，你打开电视，有多少东西是跟健康有关的营养食品，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跟健康有关的要卖你钱的那些东西，来，有没有？甚至徐师开个玩笑，你们周遭如果有认识的亲朋好友超过60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在保养，来，对不对？你看电视广告有多少保养品？好，你们去看你们退休的那些同事，超过50、60岁以上的那些人，几乎每个都在保养。好，保养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想让自己健康，因为我多健康一天，至少我不用加重孩子的负担。我多健康一天，至少我可以让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我不要让孩子担心，我不要让周遭的人担心。来，各位，这些都无可厚非。可是你不觉得人真的活得很可怜、很卑微吗？好，像学生那天有一个患者，好，他好像罹患了哪一种癌症我有点忘了，那最近出了一个药，他大概好像1个月要打1针，那个针好像要新台币21万，1个月那个针就要21万。那如果打2、3年，对不起，你就是要卖房子了。你没有卖房子，对不对？你怎么有办法负担得起这些东西？好，所以徐师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传统的医学跟科学的概念之下，好，我们对健康的定义、对健康的认知，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无奈。来，甚至徐师最近一直在讲，比如说遗传疾病。来，你爸爸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你能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好，比如说徐师在问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在问个案，请问你有没有什么身体的疾病？
然后或是开过刀住过院。好，那个案有时候跟我说，徐师，那我爸爸有高血压算不算？我是问说你有没有什么疾病？他跟我说，那我妈妈有糖尿病，那算不算？我心里在想，你是希望我算的还是不算？可是这背后的思维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爸爸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所以我将来，有些人觉得我可能会有，有些人甚至觉得我一定会有。所以回答我，徐医师，那我爸爸有高血压算不算？我就问他，你现在有没有？说没有。那未来呢？会啊。那些遗传疾病你怎么办？现在各位知道那个无奈，那种不知不觉的被负面暗示的概念了吗？那面对这所有的遗传疾病，来，现在谁的父母都不是，大部分都活到80、90岁。那活到80、90岁，哪一个父母不会血糖稍微偏高？哪一个父母不会有高血压？哪一个父母没有关节的问题，没有老人退化疾病的问题？好，如果你的父母活得够老，他大概就会有某一类的慢性病。好，那根据遗传的理论，那就代表谁也会有，你也会有。好，所以徐师要讲的是，健康这件事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可是我们的社会跟整个医学跟科学的部分，又是弥漫着多少的恐惧的部分。那我讲个实际的例子，这个礼拜三，许是有个特殊的个案，是从科威特，他在科威特，他是一个 PhD， 是一个大学教授，在大学里面教金融跟教这个财务。好，那位大学教授51岁，他在6年前罹患了乳癌。他本身是大学教授，他是黎巴嫩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个黎巴嫩人，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到黎巴嫩这个地方，或者也许你们去旅游过哈。我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黎巴嫩人。他说他罹患了癌症之后，他做了所有的营养的咨询，所有的免疫的咨询，练瑜伽，他看了快要上100本的癌症的书。好，最后他看到的许医师的一本书，就是绝处逢生的英文版。好 ，The Secret to Healing Cancer。好 ，The Secret to Healing Cancer， 绝处逢生的英文版。他看到之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见到作者，要跟作者说到话。但是这个作者英文不好。所以只能找一个翻译。好，所以我在跟他做治疗的时候，是透过这个英文的秘书做翻译。那刚好我们的英文秘书本身也是心理师。OK， 好，所以这里也给大家一个鼓励。好，英文不好也可以对外国人做心理治疗，好不好？好，这样我们增加大家的信心。OK， 好，他就说他找了那么多，他找了一辈子。他终于找到他要的了。后来最后我还问他有没有什么要问许医师，他说我能跟你学吗？好，我能来学习这套东西去帮助更多人吗？各位，他是黎巴嫩人，现在人住在科威特。他说他找了一辈子，他找到他要的东西了。他想走这个方向，他想帮助他自己，也帮助很多人。好，许医师开始讲重点。以传统医学跟科学的概念，没有我们今天大家在学的赛斯心法的概念，没有。来，赛斯心法的概念是什么？疾病是一个扭曲的创造，而且是你不知觉的，你内在自己的心灵的创造。各位，好，所以许是开个玩笑哈，我们这次赛斯大会跟我们基金会未来要办的很多活动跟课程，都要训练各位成为通灵人。鬼月结束了吗？讲这个题目有点通灵人。整个赛斯心法的学习，如果徐是用这个
角度切入，要把各位变成通灵人。来，各位，这个灵不是邪灵，不是恶灵，这个灵是你的什么？心灵。好，就是佛法中的讲的本心，佛法中讲的神性跟佛性的概念。好，所以以后大家说，你们去高雄分会学什么？学什么？通灵，通什么？心灵。心是什么？你的本心，你的内在的你不觉察的自己。如果我今天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我会说那就是弗洛伊德讲的潜意识，我会说那就是荣格讲的集体潜意识，甚至还有荣格没有探索到的集体潜意识更深的，才是所谓的内我意识。内我意识，内我使用内在感官，内我的形体好像是形式3，我们这个是第4个身体，这个身体的下一个身体是 astral body 星光体，星光体的下一个叫 mind form， 那是第3个，我们这是第4个。好，第3个是星光体，第2个是 mind form， 再来第1个，好，第1个，所以内我使用的不是这个身体，使用的也不是星光体，不是，它是把内在感官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内我意识。好，那目前的人类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并不熟悉，也没有打开，也没有教各位通灵的概念。所以我们一直用什么？自我。那自我发展的是什么？自我发展的就是科技跟探索外在物质实相。那如果我告诉各位，所有的物质实相都是投射跟幻象呢？你找到了根本了吗？你找到了本心了吗？你找到了内在的心灵了吗？好，所以今天赛斯心法为什么好玩、有趣跟珍贵，就是他开始从心灵的角度去看待疾病。来，什么叫从心灵的角度看待疾病？疾病不是来，当然我不会说你拿个棍子打自己不会痛哈，各位那是会痛的，你从12楼跳下去也是会死掉的哈。当然我不是说疾病与外在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我要说疾病的主因来自心灵的创造。因为我们来到地球，我们是在学习如何用意念建构实相。简单来讲，我们一辈子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想过的人生，你有一辈子你想要组的家庭、结的婚，你从事的行业，你想要创的业，你想要住的房子、买的车子。我们一辈子在学习我如何把我的生活跟所过的日子趋近于我想要的日子，对不对？是，我们这一辈子在学什么？学每天的起心动念，跟所有你的外在的物质实相，它是不是跟你的内心怎么样 match？ 比如说你找一份工作，你不会找一份你最讨厌的工作来做吧？你想嫁一个人，跟一个人成为伴侣，你不会找一个你最讨厌的人跟他在一起吧？好，你们都是在一起之后发现你最讨厌他嘛？不是你找一个最讨厌的人最后跟他在一起，只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你最讨厌他吗？你不是找一个仇人来结婚嘛？你是结了婚之后你们才变仇人的嘛？对不对？我们在说什么？好，你们不是生下来是仇人，是等长大之后才变仇人的嘛？对不对 ？OK， 好了，笑话讲完了。所以徐师的意思是说，我们一直在外在物质实相，是用我们的起心动念来建构出你要的生活。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出门，你不会选一个你最不想穿的衣服穿吗？你有那么恨你自己、折磨你自己吗？你当然是选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你今天最想穿的衣服，对不对？如果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是你的孙子的毕业典礼，你女儿要结婚，你当然就会穿上你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们一辈子在如何用起心动念去过着我们日常生活，所以物质实相是以意念为架构建构而成的。那当然这是属于表面的自我，但内在的心灵呢？你知道比如说赛斯心法的3大定律，各位我再提醒大家，第一个建构信念，身体天生是什么？健康的。来，光这个信念我们就跟医学跟科学不一样了。因为赛斯心法所谓的身体的创造论，
传统现在的科学跟医学是认为身体来自演化论，来自第一个宇宙的大爆炸，最后透过原子分子意外的碰撞而形成身体这个意外。这是传统的科学跟医学的理论。可是赛斯心法是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造物主的，有点类似基督教讲的造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的人。好，这个自己其实不是上帝，上帝不一定是人，上帝是天地宇宙万物。这个造物主他是内我按照自己对自己的角度，而在世俗界里面造出内我在物质实相当中的自己。内我造出他在物质实相当中最接近他的一个自己，就是我们的肉身，还有你这个存在。还有你这个存在。所以在整个赛斯心法的概念，它从哲学的概念就不一样了。身体是有造物主的，身体是有造物主的，宇宙是有一个智慧的。我开个玩笑，神经病才去找 AI 的智慧，你自己的智慧都没找到，你找什么 AI 的智慧？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的潜意识，你的集体潜意识，你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找到了没有？你什么都没找到，你去发展 AI 有病噻？你有病噻？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人工智慧没有错，可是你这么缺乏智慧，你找什么人工智慧？我是在骂人吗？听起来怎么像在骂人的意思？人类还在搞战争，人类还在搞诈骗，人类还在搞这些愚蠢的东西，你在什么人工智慧？你人都没有智慧，你要什么人工智慧？来，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打这个比喻，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内心的智慧，你在发明什么人工智慧？来，人工智慧 AI 是内在心灵的智慧的向外投射。那 AI 没有发明之前，那佛陀是谁？ AI 没有发明之前，那耶稣是谁？所有古代到现代所有的开悟者，所有的智慧具足的人，他们没有 AI， 他是什么？他有病啊！来，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赛斯心法它要传达的理念是，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充满智慧的造物主，这个造物主造出一个本来不会生病、不应该生病的身体。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来，学士打个比喻，就好像你一早把你的孩子跟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全白的衣服，然后送他去上幼稚园跟小学。来，回来之后这套衣服会变什么样子？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宇宙的造物主造出一个非常不容易生病，而且你可以说他几乎是不会生病的肉体。纵使会生病，也都是所谓的急性病，因为急性病在做身体的调整之后，它很快就恢复健康。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鼓励大家1-2年要得一次小感冒，要生一次小病，身体重新 reset， 它才会越来越健康。好，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多个案，好10几年、20-20年从来不生病，一生病就生大病。所以偶尔我鼓励大家，平常偶尔生个小病，好不好？好，那么好，刚提到造物主，赛斯心法是承认有造物主的。这个造物主是宇宙最高的智慧，他造出这个肉体是几乎不生病，其实是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是很棒的。可是我刚打了个比喻，你把一个儿子或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全身整整齐齐的，去学校玩了一圈回来，他会怎样？要不然这边撕破，要么这边有泥巴，要么这边有彩色笔，要么这边弄脏了，对不对？因为人类不只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一部分，造物主也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人类也在学习创造。来，各位懂我意思吗？就像有时候身为父母，你不是看着你的孩子好很高兴，你看着你的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看到你的孩子表现出你做不到的，你看到你的孩子会你不会的。各位，同样的，上帝造人的心情也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也赋予了人最伟大的什么？创造力。
那你不能说你有创造力，那你只能健康。听懂了吗？对上帝来讲说，我不可能赋予人类创造力，赋予你一个天生是会健康的身体，可是我却限制了你，却永远只能健康。各位，那跟帕金森氏症的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好啦，这是笑话。那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上帝赋予我们创造力，当我们的创造力在展现，而且当人类越来越成熟，经过地球那么多次的转世之后，请问人类的创造力会不会增加？会不会提升？来，各位，好，就像徐师开个玩笑，假设好，我们比喻，当台湾是不能拥有枪支的，你给一个青少年跟小朋友枪，你觉得会有一定是发生好事吗？听懂我的比喻没有？你给一个青少年跟一个儿童一把枪，我说的是真枪，你觉得会一定发生好事吗？来，各位亲爱的人类们，所以我开个玩笑，你们知道上帝多痛苦吗？上帝多痛苦，上帝会讲香蕉你个芭乐。我今天创造出人类，我要人类自由快乐，学习创造力。那请问这个创造力会不会展现在健康层面？所以有没有可能你是会不健康的？因为你的不健康也是你的什么？创造力的一部分。鼓掌。听懂我在说什么吗？现在大家你们的养生啊，什么葡萄糖胺，什么所有电视机打开通通是养生的东西。各位，我不反对，我不反对，但是这都是唯物取向。唯物，各位听懂吗？来，你说什么唯物主义？以前我们讲共产党是什么唯物主义？我告诉大家，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才是真正唯物主义啦。你什么健康都是从物质来的。你今天早餐吃得很高兴，心情在下雨。你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也不要讲的，你每天都是健康食品，每天都是有机的，你过的日子痛苦万分，你会健康才怪，有病啊！你脑子是哪里有洞？你怎么觉得你吃的健康，你就会健康？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大家忽略了什么？心灵。但因为大家都在从物质的角度找健康，懂了没有？你每天吃最健康的，各位，你看不到未来，你对未来没有希望，你充满了痛苦。像许医师是精神科医师，大家知道那个忧郁症的患者、重郁症的患者，全身抽血全都健康，从头到尾电脑断层切通通没有任何问题，他就是每天躺在床上起不了床。你说他健康吗？你可以让他吃全世界最好的健康食品，所以我们这个文明是有病的。你怎么知道觉得你吃这些东西你会健康呢？听懂了吗？各位徐师不讲对跟错，最重要的东西你怎么会忽略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一个就是心灵的健康，一个你忽略了人是来学习什么？创造力。你不可能给你的孩子从早到晚从早上给他全身漂漂亮亮弄得最整齐，而晚上回来上了体育课，上了什么课，上了美术课、画画课，回来一个样子。各位，因为人在学习创造，所以疾病在赛斯心法的定义，那是一个创造力的显现。但是创造力的显现，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往正向的方向，明白了吗？就像核能可以是核能发电厂，核能也可以是什么？核子弹。来，懂了没有？这就是创造力。核能可以是核能发电厂，那就算是核能发电厂，都还有很多核废料，核处理水、废水还会排到海里面去，有没有？对。就算是核能，它都会有核能发电厂，何况是什么核子弹？所以赛斯心法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被提出来了？因为人类一直从唯物的角度想追求健康。各位，包括你们上了年纪，50、60岁、60、70岁，每天就是在保养，可是你并不了解宇宙的本质，你不了解身体的本质，你不了解身体是心灵的什么一面镜子，你不了解肉体是内在的内我，用意念用物为材料建构出来的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实存。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你可以吃喝拉撒睡，
你可以结婚生子，你可以创业，你可以生活，可以过日子，可以散步。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斯心法来讲，赛斯心法你要开始来，许师刚讲什么？通灵。通什么灵？好，我的疾病来自我内在的什么样的创造力的扭曲。好，因为我刚讲，今天如果以造物主的角度来讲，上帝很头痛，因为人类在成长跟学习，人类在进化跟演化。可是如果你的智慧不够，自制力不够，我给你很高的创造力，跟把一把枪交给青少年有什么不一样？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现在知道为什么人类会生病了没有？我又要人类学习创造力，可是人类在学习创造力，会不会擦枪走火？来，明白了没有？现在懂了哈，懂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健康的人，也有这么多生病的人。因为宇宙要给人类创造力，宇宙要让人类从创造力当中认识自己。因为如果我给你创造力，你不从创造力当中认识自己，你永远学不会。你永远学不会你是谁，你永远学不会过日子。各位，好，就像我是一个老师傅，我要教这个孩子雕刻。来，请问他一雕就会吗？他会要雕坏好多作品，他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木雕师。来，是不是？是啊。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医学生在学人体的时候都要先从大体解剖？你如果我们不先从大体解剖，你就要被当成，难道是从活的人开始吗？来，懂我的意思哈？所以为什么医学生一定要先从学大体解剖开始？对，为什么不是从活的人开始？因为会割错啊！啊，割错了啊，对不起啊，再缝回去，是这样吗？所以我再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身为造物主，某部分他也很矛盾，也很痛苦。人生而为人，人被创造为人，可是各位，来，就像徐师举一个例子，像我有很多个案，他的小孩子在学校自残，来自残，来，父母的心情是什么？我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是让你到学校遇到挫折、遇到霸凌，回家自残的吗？我把你养这么大，是要让你长大之后感情失恋，然后开始痛苦，回到房间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吗？来，各位啊，早知道你长大会这样子，我都希望你不要长大。来，对不对？女孩子长大就会怎么样？有她的创造力，有她的喜怒哀乐。她长大到她可以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了。来，懂我的比喻吗？她为什么会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美工刀是被设计生产来割手的吗？农药是生产来让你喝下去的吗？水果刀是让你用来捅你老公的大腿吗？是吗？各位，盖高楼是来让你跳楼的吗？是不是？那有没有人这样做？那为什么？痛苦嘛。来，痛苦嘛，对不对？来，各位，请问痛苦是不是人生学习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就是在学习把能量建构为物质。来，各位仔细听，我们在地球上，我们这是物质实相，3次元空间，我们本来就是在学习把能量建构为物质。来，能量建构2种东西，一种是物质，一种是事件。来，物质包含了眼耳鼻舌身所感知到的一切。来，什么叫事件？空间容纳物质，时间容纳事件。物质事件在时空中诞生，时间中诞生，物质存在于什么？空间。来，有没有？所以物质的诞生伴随着空间的诞生。空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有了物质才产生空间。
时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有了什么？什么叫事件？从小长大是不是一个事件？你现在坐在这里是不是一个事件？事件需要什么？时间。来，煮一顿饭要不要时间？来，大同电锅，从洗好的米放进去到生米煮成熟饭，要不要时间？因为需要事件，所以才诞生时间。三次元宇宙因为需要创造出物质，才诞生什么？空间。各位，不是先有空间才有物质，错。不是先有时间才有事件，错。是为了要让我们体验事件，所以我们创造出什么？时间。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物质，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空间。为了让我们的灵魂来到三次元空间，可以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所以我们需要什么？肉体。来，懂了没有？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延展你的一生。什么叫你的一生？从你的出生到死亡，叫你的一生。你的一生在物质实相是以肉体来进行的，因为你需要在物质实相里面活这一辈子。所以你的内我必须把自己从能量状态转译成什么？物质状态，就是你的肉体。可是你的肉体不只是你的内我转译成能量状态。来，各位，许是开个玩笑，哪一种买车的人最倒霉？就是从工厂签到新车，开到路口，车头撞烂了。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这种人最倒霉。请问内我或造物主把你的肉体交给你，现在肉体是谁的？来，小朋友请站起来一下。来，对不起，我手比较冰。难道他的肉体是我的吗？他的肉体是谁的？他的。他可不可以不吃饭把自己饿死？可以啊。他可不可以虐待他自己？可以啊。来，他的肉体是谁的？他的。来，请坐。其实只是为了讲这件事。来，你这一辈子你的肉体是谁的？来，各位摸着你的肉体。这辈子你的肉体是你的，它不是任何人的。好，你也不要去想那些修仙小说被夺舍什么之类的，没有，没有人要夺你的舍。各位，从你出生到现在，肉体是谁的？你的。他这一辈子只会是你的，他不会是别人的。那请问你的肉体作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灵魂伴侣，那么肉体重不重要？健康重不重要？各位，肉体不只是你的灵魂伴侣，它也是你的作业本。肉体也是你灵魂的作业本，意思是说，你这一辈子所有的喜怒哀乐、快不快乐，都反映在你的肉体上。各位，所以身体是心灵的什么？一面镜子。所以心灵透过肉体这个工具来到三次元实相，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心灵透过肉体在看到自己的创造力有没有什么误入歧途。所以赛斯心法说，为什么信念创造实相？这个实相同时包含了空间跟时间，在空间内产生的是物质。物质是什么？你的房子、车子，你的健康，你的身体，你的银行存款。来，时间里面诞生事件。事件是什么？你今天是出了门还是在家躺着？你今天是住院还是出去爬山？来，所以我们再回到赛斯心法来讲。来，我继续讲各位通灵人。来，再讲一遍哈，赛斯心法的学习者就是通灵人。通什么灵？心灵。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怪力乱神，也没有什么赛斯邪教，有的话就是大家互相开玩笑。OK， 所以我们是赛斯邪教，赛斯邪教。OK， 赛斯邪教，邪就邪嘛，怎样 ？OK， 所以各位通灵人，赛斯心法今天不要你把疾病视为是外在的客观事件。来，比如说我讲遗传疾病，好，其实那天上课才跟他们提到，
你所以为的遗传疾病，其实不是身体的问题，是你跟这个家族的纠葛，情感纠葛。来，你们有那些有 B 型肝炎的，你以为 B 型肝炎是病毒吗？各位不是。来，徐师开个玩笑，病毒就是你原生家庭了，病毒就是你妈妈、你爸爸了。好，但是它不是病毒，各位，是你跟这个家庭什么情感纠葛，里面有可能是你潜意识觉得父母重男轻女，潜意识有可能想要从原生家庭得到的一份爱没有得到，潜意识甚至慢慢长大之后，可能还包含你对这个原生家庭的愧疚，想要对父母更好，想要让他们过更好的日子，但是你做不到，所以你怨恨你自己，你责备你自己没有办法让父母过更好的日子，你责备你自己没有办法让父母觉得有这个孩子很光荣。所以你以为是单纯的遗传疾病，你以为是身体的问题，你以为是病毒的问题，其实是你跟这个家族累世的纠葛，还有你内在对这个家族牵扯不清的情感上的那一些爱恨情仇，懂了没有？是这些能量在作用，病毒才活跃的。你以为病毒是病毒，各位，这是目前人类科学家最笨的地方。来，包含徐师之前在讲 COVID 的，你以为 COVID 是病毒，各位不是，之前徐师跟大家讲过 COVID 是这3-4年人类集体的咒怨，咒怨知道吗？人类集体的咒怨。COVID 是在3-4年，当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时候，区域的不平衡，贸易的不平等，还有贫富不均，懂我在说什么吗？对，贫富不均，包括它宣泄了大家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不满。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情绪的创造力，你不知道你思想的创造力，各位，这就是目前人类在学习的。你不知道你情绪的创造力，你不知道你的思想的创造力。来，我再回到通灵人。所以今天赛斯心法要求各位不要把疾病视为是外在客观现象。比如说这个同学肺腺癌，刚讲转到脑，转到骨头，转到肝，转到左边的肾上腺。来，他的肺腺癌请问是一个疾病吗？还是一个爱没有出口？他太孤单了，他有好多爱，可是我怎么去给？他未婚，努力在他的工作里面。各位，来，我们就回到帕金森氏症。难道我这一辈子又这样一直过下去吗？我这样过下去，这是我要的人生吗？如果我的这样的过的人生，第一个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第二个我只是每天过着重复的一天，并且只是越来越老，越来越丑，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寂寞。为什么我要继续过下去？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来，我是问，现在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第一个不想结婚，第二个结了婚不想有小孩的？来，有没有？来，各位，请问这是不是也是创造力？是啊。像很多人年轻人结了婚之后并不想生小孩。这些年轻人告诉我，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年轻人，对，我说为什么你结了婚不想生小孩？或甚至有些年轻人开始是在婚前先结扎。婚前哦，不是生完2个小孩子之后结扎哦，是结婚前还没有生小孩怎么样？先结扎。我就问这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在结婚前先结扎？你不知道你妈妈、你爸爸想抱孙子吗？年轻人问我一句话，徐师，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把孩子生下来是人道的吗？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实相，好，现在社会大众所过的生活，把孩子生下来是明智的吗？会不会像在台北市一样，住一住1楼变地下室，因为旁边在挖空地？来，懂我在比喻什么吗？
他问我徐师，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还多需要一个孩子吗？现在把孩子生下来，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了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孩子真的过得快乐吗？他跟我讲一句话，徐师，我不忍心，我不忍心，我不忍心再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来，各位，你现在知道吗？很多年轻人不生小孩。好，那我不是，我是生不出小孩，好不好？所以请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区分，好不好？我没有故意不生小孩，我是生不出小孩，然后顺便顺其自然而已。OK， 好，来，我们再回到讲人类。所以健康跟疾病也是作为人类创造力的学习的一部分。来，鼓掌一下。因为今天如果你们把疾病或健康视为是心灵创造能力的一部分，各位，你们所有的一切统统改变了。听懂了吗？仔细听哦，你们必须把疾病或健康视为是你的心灵。心灵是谁？就是你自己。可是这个心灵以前你是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就像在弗洛伊德以前，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潜意识。在荣格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集体潜意识，没错吧？所以这个心灵，各位过去是你不熟悉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开始把疾病跟健康视为是心灵的一个创造力的展现，各位我再讲一遍，创造力它永远只能是健康的吗？不可能，因为你在学习在成长，有没有？就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人类会犯错。好，我很喜欢台语有一句话，生人拍鼓有时错，脚步打叉啥人无。好，先人打鼓都会打错了，一般众生怎么可能不犯错？所以疾病与健康是人类在创造能力展现的一个过程跟学习。所以今天你生病了，来，很多人同意，那感冒不就是病毒吗？我就问，请问有没有人感冒是无症状的？请问有没有人到现在 COVID 还没得的？请问有没有人感冒并发肺炎然后就死掉的？有没有人感冒2-3天就好的？有没有人感冒20-30年没有吃药也都自己好的？有没有？有啊，听懂了没有？各位，你还觉得是病毒吗？你跟我说 B 肝就是病毒啊？有没有人感染了 B 肝之后猛爆性肝炎死掉的？有没有后来产生抗体，莫名其妙就觉得自己 B 肝已经有抵抗力的？有没有人感染之后变带原者，一辈子肝脏发炎的？有没有人感染 B 肝之后，肝脏功能完全正常，一辈子都是带原者，但是肝脏没有问题的？有没有？你觉得是 B 肝的问题吗？谁的问题？听懂了没有？所以赛斯心法跟学识推广的概念跟你们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健康概念，对不起，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许医师，需要基金会？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走唯物，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一直在走唯物，没有人教各位通灵，通什么灵？通到心灵。那过去的宗教是讲心灵，可是就是要你拜。对，那个心灵已经是扭曲的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是让你短暂的心安，可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重看不重用了。赛斯所谓的心灵是又能吃又能用又好玩又能具体。来，回到疾病，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把任何的疾病视为是创造力的一种展现。好，比如说假设某个学员，比如说高血压好了，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创造力会创造出身体的高血压？来，我们来看看你的创造力。来，首先跟我谈谈你的个性。第一个，个性是不是很急？个性是不是很急？第二个，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是不是都会放在心上，就没有办法事情挂在那里不解决的？第三个，过去是不是很容易事情不如意就大发脾气？第四个，是不是最近脾气变好了，所以血压变高了？来，第五个，跟你的父母亲哪一个个性很像？你仔细在想啊，爸爸脾气也很急，什么事情都不能等，遇到很多挫折，要么就急着想解决，要么就马上落入无力感。
要么就很多面对人生的无奈、愤怒，可是又放在心里不说。来，听懂了没有？好，你跟我说你的高血压是遗传，我就要问，那遗传到谁？那个人的个性是什么？你对他的情感是什么？那我甚至会开玩笑，你不用一直怀念爸爸，怀念到他高血压，你要高血压吧。那代表你的确是他的儿子，不是妈妈外面偷生的，来得到什么家族的认同感，表示你们是一家人，表示你也姓王吗？各位懂我在比喻，它是不是一个情感上的一种归属？借由透过身体遗传疾病的认同，来得到你情感上的什么认同？来，各位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吗？就任何家族遗传的疾病，其实都可以从类似比如说家族排列也好，成长过程也好，或所谓的家族治疗，来，甚至徐师会这样讲，如果以治疗的角度，怎么样断开你跟父母的那一个爱恨纠葛，断开你跟父母的爱恨纠葛。对，或是你希望得到被认同的那份渴望。如果我没有办法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同，至少我可以跟他一样是糖尿病。因为得到糖尿病之后，终于又觉得什么？我们是一家人了。你看，妈妈有，我也有。好，你看你没有啊？你看你跟妈妈比较不亲，你没有。他说我有啊，我跟爸爸比较亲，所以我有高血压。好，因为你有一半是爸爸那边，一半是妈妈那一边，所以小孩子一半要得爸爸的病，一半要得妈妈的病，这叫遗传性疾病。就像小时候父母吵架，有没有？有一半要觉得站爸爸那边，一半要站妈妈那一边。好，像我们家就4个分站2边。好，然后站妈妈那一边的就跟妈妈一样都是喜肾。我们家3个喜肾啊，我妈妈、我大姐、我哥哥，对不对？因为他小时候都帮妈妈说话，都站在爸爸的对立面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对，所以为了跟妈妈认同，所以怎么样？3个都一起洗肾，因为果然是一家人。虽然2个在台湾洗，一个在洛杉矶洗，我们大家一起洗，有没有？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一起洗肾。对，因为小时候大姐跟哥哥就是比较站妈妈那一边，对，好，觉得爸爸脾气坏，都欺负妈妈，所以各位你要记得选择父母吵架站哪一边，你是要站糖尿病那边还是高血压那一边，来决定你未来是要得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对不起，我们都不要得。还有最近可以得癌症，看你是要跟妈妈一样得乳癌，还是跟爸爸一样得肺癌，自己选。各位，我虽然没有办法继承你的事业，但是我至少继承了你的疾病。来，懂我在说什么吗？其实讲内在的什么情感，我在讲家族业力。各位，业力有些是转世的业力，我同意；有些是这一世的业力，明白了吗？如果赛斯心法今天没有把这个所谓的业力，好，业力我讲的不是宗教语词，我讲的是家族中的爱恨纠葛。如果把你在家族中的爱恨纠葛的业力把它清除了，请问你的遗传性疾病，所谓的遗传性疾病可不可以疗愈？因为身体本来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当你的心灵把这个业力断了、清除了，不再那么多的愤怒跟怨恨。来，各位，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来消化我们对家人的爱恨情仇，有时候真的是又爱又恨。我们对父母，来，有没有？好，我算是我们家对父母爱恨情仇算最少的了，但最少的了。好，所以我最不受到我们家遗传疾病的影响，各位懂我意思哈？对，因为我跟他们的之间的那个纠葛没有。
那我其他兄弟姐妹跟家庭的纠葛就很深。好，比如说我2个姐姐从小想得到妈妈的认同，可是妈妈又重男轻女。好，我哥哥一辈子想得到爸爸的认同，对，可是又担心自己做不到。是啊，对，是啊。那虽然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好，也是我们家算表现最好的，可是同时也怕让整个父母失望，怕让家族蒙羞啊。那知道我们是客家人，客家人最注重家族。好，所以在那时候20、30岁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也得到痛风，来证明我是许家人，有没有？我干嘛证明我是许家人？我干嘛要得到许家人的痛风？我堂哥，那些每一个都痛风，连我奶奶都痛风，我姑姑也痛风。各位，我都忘记我是许家人了。除了在痛风的时候想起来之外，原来我们家族有这个疾病，只有在那时候我才感觉到是家族的一部分。来，那个家族的一部分，来，有没有是内在渴望得到家族的支持？有没有是一种孤单跟寂寞？来，各位，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是透过疾病与人产生什么情感连结。是啊，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最近才靠腰完他的孤单寂寞孤军奋斗，过几天就腰痛。听懂了吗？我有个个案真的，他前几天才爆发那种从小到大的孤军奋斗。好，从小到大都要靠一个人。好，发生事情也没有人帮他。对，是啊。然后在那边好爆发完之后，果然过几天腰就痛了。各位，我说你的腰痛，不就是你2天前心情的写照吗？所以你的心情跟你的健康是分不开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身体跟你是分开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在做的。对，很方便把你送进医院，很方便治疗你的身体，可是你的身体跟你是分开的东西。今天赛斯心法的通灵概念就是身体跟你是分开的东西吗？所有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快不快乐会不会反映在肉体上？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像我那个个案，他去感受他从小到大的孤军奋斗，他去感受从小到大他的得不到支持，想创业父母没有钱，想买房子父母没办法出头期款，对，在学校出了事情父母帮不上忙。他想到他从小到大的孤单跟寂寞，什么都要靠自己，果然过2天之后就靠腰了，椎间盘突出，躺在地上不能动，懂了吗？你觉得身心是分开的吗？你觉得身心是分开的吗？可是我们现在的医学跟科学一直把各位导向身心是分开的。你是你，身体是属于医院治疗的，你就没有能力治疗你的身体吗？你就没有能力借由通灵找到你内在心灵的创造力？你同样能创造健康，你能不能创造疗愈？来，像我们的学员，来，各位，他说是赛斯心法的功劳或徐师的功劳，其实没有，是他自己的功劳。他只是认识了他的心灵。如果我的心灵能创造癌症，我的心灵就能让它好起来。问题是我对自己认识多少？我了不了解我自己？我了不了解我的创造力？我了不了解我的起心动念？我的喜怒哀乐都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来，懂了没有？各位，就像你今天情绪不好回到家，请问家里会不会受到感染？全家人会不会看你的眼色？那身为你的身体，他不更倒霉吗？各位，身体就是你跑不掉的家人啊。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们的医学跟科学怎么会把身体的健康创造是跟我们分开的东西呢？来，懂了没有？来，鼓掌一下。就当赛斯心法把健康拿回来，把身体拿回来，各位，其实其目的是要让各位开悟，让各位成为一个通灵人，你终于认识到你过去不知不觉的更深的内在。所以你要开始去看你的情绪跟你疾病的关系，你要开始去看你的快不快乐跟你的疾病的关系，你要去开始看到你内在的行动力的阻碍，包括我刚讲跟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来，徐师注意到很多家族 B 型肝炎的。来，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们家有8个人，7个人都是肝癌。那个家人之间的那个有没有情感连结多深啊？好，那个父母亲是多么爱孩子，也多么控制孩子，那个孩子是有多痛恨这个控制，又多么觉得父母亲多爱他。
你这么爱我，可是你却什么都控制我。好，连我结了婚，房门都不能关，因为随时妈妈要进来盖被子。我怎么生小孩？我怎么生小孩？听懂了吗？从小到大，父母亲什么都帮我决定，对，什么都帮我决定。自从结婚之后，婆媳开始对立，因为婆婆希望媳妇按照她的方式来照顾她的宝贝儿子，媳妇说我有我的方式，婆婆说不行，你要按照我的方式，那是我的宝贝儿子。婆婆要按照她的方式养育她的孙子，媳妇说不行，孩子是我生的。后来媳妇就忍痛把老大给公婆养，老二才是自己的。最后跟老大一辈子情感的又爱又恨，因为老大是属于阿嬷那边的人，阿公那边的人，下面的才是妈妈自己的。我都不能教，怎么会是我的孩子？听懂了吗？就是那个进贡的概念啊，把生下第一个儿子给公公婆婆堵他们的嘴，让他不要再干涉他下面的小孩。那请问那个老大长大怎么看妈妈？妈妈教不动，因为他是阿公阿嬷带大的，他的地位比妈妈高。一个妈妈教不动的孩子，还会是妈妈的孩子吗？来，听懂我的意思？你看那个家族业力，你看那个家族遗传性疾病，你看那个 B 型肝炎，那懂我其实在说什么了吗？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全人医学了没有？来，各位，请问有没有打破你们过去很多对健康的概念？你们把健康想得太简单了，你们没有回到你的内心。这就是赛斯心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赛斯家族，好，各位你看到，好，肺腺癌的学员可以转到脑，可以转到肝，转到肾上腺，转到骨头，他今天可以这么快乐健康。来，我再讲一遍，所有的医学治疗我都不反对，你们要做就去做。但是我许医师跟我们赛斯基金会要强调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什么通灵人。来，这个灵不是任何的外灵邪灵，是我们的什么心灵。各位，人被赋予伟大的创造力，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早餐要吃什么啊，吃或不吃啊。你可以选择你要买福特的还是裕隆的啊，还是 Tesla 的车啊，这不就是创造力吗？你可以开 Tesla 的车，开60、70慢慢开啊，你也可以开到200啊，享受那个贴背感啊，可不可以？然后蹦，等一下就撞到了，撞到也爽嘛。对，来，各位，这样明白徐师在说什么吗？好，我们再回到健康。生病没关系，疾病是内在不适的外在具体化。这个不适就是内在的负能量的外在具体化。如果我们了解了疾病跟心灵的关系，如果我们了解了疾病跟能量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是一直要走唯物的路线。而且各位学士长，你的心理不健康，你吃再好的食物都没有用。所以赛斯心法开启了一个文明新的道路，赛斯心法开启了人类未来的方向。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们要做的事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类的未来。讲句比较好笑的话，又是比较自以为的话，让整个人类看到未来的希望，一个新的未来。各位，因为我再回到这个根本的概念，如果你知道疾病是创造力的一种展现，那我刚讲，我能创造我的生病，我就能创造我的什么健康，只是我还在学习使用什么创造力跟能量，我在学习使用心灵。那么整个疾病就有了跟现在的医学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了，明白了吗？他开始就有探索自己，他开始心灵成长，他开始认识自己的心灵而创造健康的。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各位，好，徐师为什么这20-30年一直在走这条路？对不起，我30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了。是啊，我就知道这是人类要走的未来的路，好不好？好，来，我们今天的公益讲座到这里，再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